阿杰，你看我今天这个黑眼圈是不是能直接去演熊猫了？好家伙，都黑到快贴到下巴了。你昨天几点睡的？凌晨3点半，然后早8的课，我是踩着铃声冲进教室的。3点半，那个点我已经睡了快5个小时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俩根本就是两个物种。你是那种晚上9点半就开始打哈欠的人，我是越到半夜越精神的夜猫子。夜猫子这个词用得好，就是那种白天没什么劲，一到晚上就活过来的人。对，就是我本人。天一黑，我的电量直接从10%冲到100%。那今天这期正好，咱俩一个夜猫子，一个早睡党，把这个作息问题好好掰扯掰扯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9点睡觉的老年人能说出什么大道理。我这不叫老年人，我这叫做稀健康。你先说，你半夜3点不睡，都在干嘛？干嘛？躺在床上刷手机啊？刷着刷着一抬头，哎，怎么3点了？所以你也不是真有事，就是单纯的不想睡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点扎心，但确实是白天上课、开会、跟人聊天，一整天都不属于我自己。然后呢？然后只有晚上，全世界都安静了，那几个小时才是我自己的。我舍不得睡，想多抢回来一点。你这个心里有个专门的说法，叫报复性熬夜。报复性熬夜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词，我经常在网上看到。意思就是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占满了，心里不甘心，晚上就用熬夜来找补，像是在跟白天报仇一样。太准了，我明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但就是不肯放下手机，好像一睡着，这一天就白过了。我懂你这个感觉，但你这是在拿身体换那几个小时。哎呀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，一到晚上，道理就不管用了。你们年轻人现在还有个更夸张的说法，熬夜叫什么来着？修仙？哈哈哈，你居然知道修仙？对，通宵不睡就叫修仙，好像熬着熬着就能得道成仙一样。说的挺好听，其实第二天就是一句行尸走肉。那也没办法呀。我跟你讲，昨晚我本来12点就想睡的，结果刷到一部剧，一口气看了4集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你不是不困，你是管不住自己。被你说中了。那你呢？你晚上都几点睡？说出来，别吓到我。一般11点前就躺下了，11点半差不多就睡着了。天呐，11点半！我11点半可能刚点了第一份夜宵。夜宵？你半夜还吃东西？当然，熬夜怎么能不配夜宵呢？炸鸡、烧烤、泡面，这才是夜猫子的快乐。我听着都替你的胃难受。我晚上8点以后基本就不吃东西了，8点以后不吃，那你不饿吗？习惯了就不饿了。而且吃太晚，睡觉的时候胃还在工作，睡眠质量会变差。睡眠质量，你这个词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你是养生党。我不光是早睡党，我还真是有点养生。我办公室桌上就放着一个保温杯，保温杯里是不是还泡着枸杞？哈哈，被你猜到了，还真有枸杞。24岁的人保温杯泡枸杞，你这个老古董的名号是摘不掉了。随便你怎么说，等你哪天熬夜熬到身体报警，你就懂我了。身体报警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自己看看你的黑眼圈，这就是最轻的一种报警了。这个我一般靠化妆遮一遮，或者贴个眼膜。
第二天就看不太出来了。遮得住黑眼圈，遮不住里面的问题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记性变差了？还真有，我经常走到宿舍门口，突然想不起来自己要拿什么。这就是长期睡不够，脑子没休息好。唉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越说我越慌。慌是好事，说明你还知道怕。很多人是熬夜熬到头发大把大把掉，才开始慌。掉头发，这个我怕。我最怕的就是年纪轻轻先秃了。那你就更得注意了。熬夜是掉头发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很多人20几岁发际线就往后跑。发际线往后跑，你这个说法好形象，好像头发在逃跑一样。可不是嘛，等他跑了，你想让他回来可就难了。好可怕！那我问你，你早睡早起这么多年，是不是精神特别好？说真的，差别很大。我早上7点自然醒，不用闹钟，起来整个人是清醒的。自然醒，不用闹钟，这我完全无法想象。对啊，生物钟一旦稳定了，到点它自己就把你叫醒了。生物钟就是身体里那个管睡觉和起床的时钟，对吧？没错，你天天作息乱七八糟，你的生物钟早就被你搞坏了。我的生物钟可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，跟我差了好几个时区。哈哈，这个比喻我点满分。你现在是身体在中国，作息在纽约。所以每天早八对我来说，就像是纽约时间的凌晨爬起来上课。那你可太惨了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你这只鸟连眼睛都睁不开。别提早起的鸟儿了，我早上就是那只最想赖床的鸟。赖床是吧？我猜你的闹钟得响5、6个才起得来。5、6个都是少的，我一般定10个闹钟，每隔5分钟一个。定那么多有用吗？没用，我会在半睡半醒之间一个一个把它们全按掉，然后继续睡。所以那10个闹钟就是想给你的室友听的。我室友已经被我训练的比我先醒了，他现在听到铃声会直接过来拍我。你这不是闹钟，你这是请了个人工闹钟。对，纯人工还带拍打功能的。可是就算这样，我起床之后还是特别难受。那种感觉是不是像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？太对了，头是懵的，眼睛是肿的，脾气还特别大，谁碰我，我跟谁急。这个叫起床气。睡不够的人起床气都特别重。起床气我可太有了，我早上前半个小时基本不能跟人说话，一说话就想吵架。所以你看，你这一整个上午其实都是在还昨天晚上欠下的债。还债，你把睡觉说的跟借钱一样。本来就是，睡眠是会欠债的。你今天少睡3个小时，这3个小时他记着账的。那我周末补回来不就行了？我周末能一口气睡到中午12点。这就是最大的误会。你以为睡眠债能补回来，其实补不回来。真的假的？我周末睡那么久，睡醒明明感觉满血复活了呀。那只是当下舒服。你平时熬夜，周末狂睡，这样一松一紧，你的生物钟更乱了。所以我周一早上永远最痛苦，是因为周末把作息又打乱了一遍。对，这个还有个词叫社交时差。周末晚睡晚起，等于每周都给自己倒一次时差。社交时差，又学到一个词。我感觉我不是在录节目，我是在上健康课。那你可得好好听这门课的学费，是用头发和黑眼圈教的。哎呦，你今天嘴怎么这么毒？
那我反过来问你，你早睡就没有代价吗？什么代价？比如你晚上9点多就困了，那朋友约你出去吃饭、看夜场电影，你不就全错过了？这个你还真说到了一个点。被我抓到了吧？你们早睡党也不是全是好处。确实，我有时候朋友半夜发消息给我，我第二天早上才回，人家都以为我把他们删了。这就是我说的嘛，晚上才是社交的黄金时间。你9点就下线，等于错过了一整个热闹的世界。所以我也不是让你完全不熬夜，人偶尔熬一次，为了看场球，赶个重要的活儿，这都正常。对嘛，偶尔熬一次和天天熬是两回事。没错，区别就在于你是偶尔失控，还是每天都失控。那我可能属于每天都有点失控的那种。所以问题不是熬夜本身，是你根本没有一个能停下来的点。能停下来的点，这个说法好，就是说我得给自己定一个到这就必须睡的时间。对，比如你告诉自己1点必须放下手机，不管剧看到哪，游戏打到哪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手机就像有魔法，一点根本停不下来。那你就把手机放远一点。我睡前会把手机扔到客厅充电，不放在床头。把手机扔到客厅，那也太狠了吧！手机不在身边，我会没有安全感的。一开始是会难受，但坚持几天，你会发现躺下就是睡觉，睡得特别快。我懂这个道理，可是每次手机一拿起来，我就跟中了魔一样。所以关键是别让自己有拿起来的机会，你连拿都拿不到，自然就睡了。听起来是个好办法，不过我有个更现实的问题，就算我12点躺下，我也睡不着啊。睡不着，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半夜3点才关机。对，我一躺下，脑子反而更清醒，各种事情在脑子里转来转去。这也是熬夜的后遗症。你越晚睡，身体越以为晚上就该醒着。那我要怎么把它调回来？总不能一下子从3点改到11点吧？不能一下子改，得慢慢来。比如你这周先争取1点睡，下周提前到12点半，一点一点往前挪。哦，就像慢慢往回搬时间，不能一步到位。对，你的生物钟是被你花了好几个月搞乱的，你也得给它几个星期慢慢调回来。明白了。那白天呢？白天有什么能帮我早点困的办法吗？白天多晒太阳，特别是早上，晒到太阳，身体才知道现在是白天，晚上才会准时困。晒太阳还有这个作用？我以为晒太阳只是为了不缺钙。太阳对生物钟的影响特别大，你白天一直待在宿舍，拉着窗帘，身体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。这么一说，我宿舍窗帘确实基本没拉开过。我们宿舍白天都是黑的。那就对了，你等于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永远的夜晚。我给自己造了一个永远的夜晚，听起来好浪漫，其实是在害自己。哈哈，你这个总结能力可以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白天别喝太多咖啡。这个我做不到，我现在完全是靠咖啡续命的，一天不喝3杯，我根本撑不住。咖啡续命这个词我也常听人说，可是你想想，你为什么需要咖啡续命？因为我晚上没睡好。对啊，你晚上不睡，白天用咖啡硬撑，撑到晚上又精神了，然后又睡不着，这就成了一个圈。一个死循环。我熬夜
所以白天困，所以喝咖啡，所以晚上又睡不着，所以又熬夜。没错，你要做的就是在某个地方把这个圈剪断。那我从哪儿剪呢？最好剪的地方就是下午3点以后不再喝咖啡，让身体到晚上能自然的困下来。下午3点以后不喝咖啡。好，这个我可以试试，至少比让我扔手机容易点。一步一步来嘛，你不用一夜之间变成早起党，你先从别那么晚睡开始。说到早起党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：你每天6、7点起来，早上那么多时间，你都干嘛？这就是早起最爽的地方。我早上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、特别安静的时间。属于自己的时间，这不是我熬夜的理由吗？怎么被你抢走了？哈哈，你在夜里找的东西，我在清晨就找到了，而且还不用牺牲睡眠。这话说的有点气人，但好像挺有道理。我早上会慢慢喝杯水，看会儿书，出去走一走，等于上班之前先给自己充了个电。等一下，你早上还出去走路？几点？6点半左右，这个点街上没什么人，空气也好，走一圈整个人特别清爽。6点半的马路，我上次见到6点半，还是因为我还没睡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区别了。同样一个6点半，你是准备睡，我是准备开始新的一天。同一个时间，两个世界。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当今天这期的标题了。可以啊，其实夜猫子和早起党没有谁对谁错，关键是这个作息适不适合你的生活。这话我爱听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能一直熬夜还身体倍儿棒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前提是你真能身体倍儿棒。可惜的是，绝大多数人熬着熬着，身体都会先扛不住。又被你绕回来了。你这个人都多大一圈都能绕回到让我早睡。因为我是真心觉得，你现在这个作息是在提前透支以后的健康。提前透支，好吧，这次我认真听进去了。那你觉得几点睡才算不熬夜？一般来说，晚上11点前睡就算比较健康的了，超过12点基本就算熬夜。11点，那按这个标准，我这辈子基本没有不熬夜的一天。所以你的目标不用定太高，你能稳定在12点半睡，对你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。12点半听起来好像真的有可能做到。对，别一上来就要求自己11点睡，那你做不到就会放弃。先定一个跳一跳能够到的目标。跳一跳能够到的目标，这个说法我喜欢。做人嘛，不能为难自己。哈哈，但也不能太放过自己。你之前就是对自己太好了，才熬成现在这样。行行行，说不过你。那我们来做个总结吧。今天你可教了我不少词。那你数数，今天都学到了哪些？首先是夜猫子，晚上精神，白天没劲的人就是我。对，还有它的反面。早睡党、早起党，就是你这种老不对，是作息健康的人。这次改口改得不错。还有报复性熬夜，白天太累，晚上不甘心，用熬夜找补自己。这个词现在太多人中招了。还有黑眼圈、掉头发、发际线往后跑，这些都是熬夜给身体发的警报。记得最牢的永远是最吓人的那几个。因为怕呀。还有生物钟，身体里管睡觉起床的钟被我搞得跑到纽约去了。还有那个你最舍不得的咖啡续命，还有那个死循环，熬夜喝咖啡又睡不着，转个不停。这一刻的关键
其实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圈剪断。记住了，下午3点以后不喝咖啡，睡前把手机扔远一点，一点一点往前调作息。你今天要是真能记住这几条，这期节目就没白录。那必须记住。不过说真的，让我今晚就早睡，我可能还是做不到。没关系，我不求你今晚就变，我就求你今晚比昨晚早睡半小时。早睡半小时这个要求，我勉强可以答应你。那就说定了，你今晚3点变成2点半，也算你赢。哈哈，这目标是够低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一直听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是个改不掉的夜猫子，或者你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人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一般几点睡？对，也可以说说你有没有什么早睡的好办法，救救我这种10个闹钟都叫不醒的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也希望今晚的你能比昨晚早一点点，放下手机，好好睡个觉。晚安啦，各位夜猫子和早起党，我们下期节目睡饱了再见。